这种偏激消费式煽动有问题吗？这件事情应该有某种答案。今日头条推荐了一条悟空问答到我的首页，问答的内容是关于裸条的女大学生是不是受害者。我简单看了一下最佳排名第一的黄威回答，内容上我不予评价，总之是标准版的300字以上配3张。我个人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出现，在3张配图中使用了裸条女大学生的照片，并且其中有一张没有进行脸部打码。对，这非常平常，因为不止这个黄威星云奖加持的作者如此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不少回答用户都这样。目前中国对于版权侵权方面还未普及，我也不知道从法律层面而言，这种肖像的使用有无问题。但是请注意，这些照片并不是公有资料，而是裸条黑色产业中流传出来，让当事人难堪，甚至成为筹码要挟或变现的重要工具。不进行脸部打码，是不是在给当事人增加社会压力？可以试想一下，当黑色产业链的人以公开当事人此类照片进行要挟的时候，当事人一步一步深陷其中，是不是因为害怕这种压力？如果你无法感同身受，那么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当事人是你或者你的至亲，你将面临什么样的心态？很多人还很恶意地说，这些人就是自作自受，我们不谈动机，只谈结果。这些人使用了裸条，他们承受了某种合同上的利息进行偿还。你觉得什么是自作自受？还要进行如何的自作自受？如果只是对这个问题讨论、反思、启示大众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的重点，或者你不经意间对当事人的2次伤害，甚至利用此类照片吸金、获取流量，可怕的言论和某种丑恶、奇趣的东西开始滋生。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结果在充当黑产的打手。我果断评论了这个排名第一的青云奖作者，我怕我个人力量太小，黄威不允修改内容，所以我立马举报了该作者的回答。因为我接着看着还有不少人的回答上有同样的问题，还有一些我不予评价的言论，我直接举报了这个问题，并且将自己的态度回答了该问题。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，我的评论被系统回复因为内容涉嫌导向不正、不友善或非正能量的内容，可能引发不良讨论，将被停止推荐。我最开始还没仔细阅读，我以为是我的举报有了正面的结果，我心想头条的运行效率确实非常高。之后我才发现，回答的页面依然存在，只是我回答的内容被系统停止推荐。我非常不解，我进行了申诉，不过2次审核的结果还是一样。我顿时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我所在的互联网上充斥着一股戾气、一股骚气、一股偏激式的和盲目式的，我该如何理解它？最好的解释就是因为人们了解的信息量太少，但是某些内容生产者本来就不是为了将事情说清楚、传达客观价值，而是利用某些元素打造自己高浏览量和关注度的内容，而这些内容对于某些人是消遣，是饭后谈资，但是对于涉世未深、高度依赖互联网的新生一代00后而言，我想不到会有怎样的影响。对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，我们无法直接抗衡，但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提醒自己多一点理性思考，想一想一个内容输出者表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多一些全面性的了解，不让自己在极化的道路上一路裸奔。这期视频撰稿我用了很长时间，我在想我的视频内容到底该做些什么。我想做一点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输出，但是平心而言，它既不受欢迎，而且我也力不从心。我设想一个打开手机的受众，可能是疲惫一天辛苦的工作者，本身寻求一点娱乐内容，让身心轻松愉悦。就算有极少一部分人真的想获得某些价值慰藉自己的心理，但是你拿起手机的时候，满屏的 APP 都充斥着大长腿、快速涨粉、1个月赚翻和煽情擦火的内容，点击什么、观看什么成为了最诚实的表现。更何况我这一个语言性不够风趣、内容表现不够明确、价值输出不算系统的小学生博主，我要花费10天甚至10几天、20几天来沉淀一些
还无法系统完整展现的价值，而且我还不能够把握好尺度，掌握好进度，推进让受众更容易有认同感、支持和喜欢。无论从我的经济效应还是精神回报上，它都不平衡。我不可能天天喊着优质深度内容不容易，大家多多点赞、关注、支持，因为喊多了不是因为价值的认同，而是一种无耻的社会索取。我当然清楚一个内容踩上哪些部分以后会获得更多的浏览和转发量，但是从视频上线开始，我的价值观就不允许我逾越底线，亦有某些手段。其实只是我玩不转，在这逼逼。本期视频是 X 玄镜目前制作的最后一期，在这里感谢每一个观看支持我的用户，是你们的支持让我获得了更多的进步。我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中文代号，也就是这一期视频已经在用的会长。X 玄镜将由新节目会长妄言替代，会长我将开启你所认知的世界不同的一面，保持好奇心，带你探究神秘、奇趣、有脑洞的新世界。已经关注我的朋友请注意，节目已经由 X 玄镜变更为会长妄言，新朋友请点击关注会长妄言，名称变换，但会长我初心不变。我会在更多奇趣有脑洞的内容中输出优质的内容。我们会聊一聊为什么有的国家非常贫穷这类的社会观察，讲一讲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组织趣闻，说一说一切历史上奇怪的案例，甚至谈一谈非现今科学范畴的领域，一点点科普、奇趣和脑洞。快关注会长，点击会长头像查看最新内容吧。哦，如果还没更新，不妨看看我之前的内容，记得挨个点赞支持。社会索取。